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有张宏陆委员、陈婉慧委员、陈凤馨小姐、陈玉珍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陈伟杰议员哈。那另外呢，我们要现在跟在花莲灾区的傅昆萁啊，他是副花莲前县长，是现在立法院的总召来连线啊。那我们看到画面，他已经出来了哈。来，昆萁兄你好。赵大哥好，各位来宾，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辛苦了，花莲现在情况怎样啊？跟大家全国的乡亲报告，感谢大家对花莲这一次04、03的大地震能够全力来关心协助。到目前为止，有8人，还是有8个人还在失联当中，还在搜山，目前在寻找当中。那不幸罹难的部分目前有11个人，那受伤有1000多人。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现在全国18栋大楼来倾倒不管是红单黄单，那其中有17栋大楼都在花莲。那现在从昨天的数字是需要动迁需要安置的这些红单黄单户。要改建或者是要大楼全面补强，现在目前为止，到昨天是1365户，那到今天已经1471户，那比照2018年的02、06大地震，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当时需要来安置动迁的只有200户，现在已经到1471户，甚至未来还要再到多少户不晓得，所以有几千人都需要安置。那花莲并没有这么多的出租房可以来租，所以现在人员安置的问题要怎么安心？那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要怎么样的来安置？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全力以赴头痛的问题。那我要再一次的感谢。这一次来自全国的特搜队，包括内政部消防署的特搜队，还有基隆、台东、高雄、台南、屏东这么多特搜队都能够第一时间赶到花莲来救灾救人，把上千人、几千人从这个受难的大楼里面把他们带出来。那同时也再次感谢台北市跟台中市。在灾情发生的半小时内就联络花莲，希望派特搜队过来，因为我们当时人数已经够了，就希望他们纳入第2批，再过来，我们都诚挚的表达感谢，也谢谢全国这么多的慈善团体 NGO， 还有这个红十字会、世界展望会、慈济，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我们的花莲灾区来安慰这些灾民，在每一个收容所能够给他们各种的心灵的抚慰，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定下来。我们再一次的诚挚的表达感谢。那真的跟各位报告，这一次跟921同级的这样的一个大灾难，几乎花莲人大概这100年没有碰过这么可怕的情况。几乎家家户户所有的这些只要在柜子上的东西全部掉下来，不是砸毁，就是包括门窗玻璃都破掉，所以现在几乎都还在善后，家家户户都还在善后。那这种情况之下，真的需要各界一起来关心，让大家一起抚慰人心，也面对。未来不只要救灾救人，我们也再次谢谢目前在这个太鲁阁公园、在天祥这里、台八线这里，还有非常多的特搜队的队员，还在找寻最后失踪的8位，这些目前在灾区，在最严重的灾区，目前还没有找到的人，还在找寻当中。那对于这个铁路现在已经虽然抢通，但是我们的公路目前是一天只有3个时间，只有3个小时能通车。我们也感谢公路总局，
不止抢通台八线，也把整个苏花公路现在做最急迫的变道啊，让大家能够来走。不过我们要再次表达，我们敬畏天地，但是实在人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在这种环境当中来跟大自然来抗衡、来搏斗。是，好，那个大概了解了，就是说花莲需要重建。是，那他现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先救灾嘛，救灾未来就要重建啊。那今天媒体的头版是中横抢通啊。那另外中横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备阵的满目疮痍，经过5天抢修后，终于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但3处路段仍采取管制，因为沿线共计13处边坡倒塌，大小块碎石占据路面。这边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出入口，可以看到呢，旁边的山壁因为山崩已经光秃秃的一片，这边来看也是满地的碎石。而且这个入口呢，就是中横的出入口，但是现在是封闭的，只出不进。加上间接性雨势不断，大小有感余震已累计740次。中横公路西段历经25年休养生息，行政院今年2月通过复建可行性评估，最快2037年可以动工。但这一次强震，中横再一次伤痕累累。环保律师詹顺贵认为，每年投入修建经费成本可能比当地观光和蔬果运输收益高出许多。不过，对于学界说法，陈建仁没有正面回应。震灾发生以后呢，这一个处理呢，我们必须要相当的谨慎，因为台湾地处在地震频繁的这个地区哈。台风好比土石流，这就是宿命。地质不稳定的地方，你修了一条路，其实再讲白一点，你是骗人进去送死啊！只是中横的下一步确实成为复杂的选择题，因为居民真的等不了了。这个一定要通了，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行走的回家的路都很不方便，然后我们在那边从事的农业也经营的很相当困难。回家的路与能否人定胜天相关决策都将成专家难题。好，那边花莲有个叫做西宝国小，59个师生，结果他要怎么办呢？他要从中横到了南投，再从南投绕从台东回花莲，所以回家路真的非常遥远哈。那有很资深的公路局员工说，这是有史以来至少他知道的最严重的哈，太鲁阁天祥路段柔肠寸断，那最美的一个地方哈。那说呢，中横的路况大家看到像战场一样，落石这个满地哈。那当然也有学者环保团体认为说地质很脆弱然后呢，不要想人定胜天，中横应该休养生息。其实每一次有灾变好像都有这样的讨论了哈。那坤吉兄到底将来这个中横应该好好把它修复，还是说让它休养生息？其实原路的修建实在已经不符时代的这个需求哈。我们再次的表达，台湾岛就这么小，而且台湾已经是一个已开发的国家不管是环岛高速公路、环岛高铁或者是中部贯通的这个国道6号，其实今时今日全世界都在发展。台湾实在早就应该把这些安全的路早就应该来兴建规划，而且这些路在之前就已经有安排好，准备要做。在民国79年，国道6号就已经准备要来兴建。那我想大家对环境的爱护，东部人一样爱护，非常的爱护。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环岛的不管是高铁或是高速公路，亦或是中部横贯的国道6号，都是给全国跟全世界的朋友一起来用。花莲人只有32万人，但是一年进出花莲有1200万到1400万人次。有这么多来自台湾、来自全世界的观光客来到这里，这是让大家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空间。我们看到这一次如同这个几十颗核弹爆发的7.2级的大地震，就我们看到苏花公路又把多少人命带走，这样子崩塌下来，这真的不是一个已开发国家人民该过的生活。我们不是孟加拉，我们不是伊索比亚。我们要再次强调，
苏花改当时在兴建的时候，多少人表示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同意见的人今天都还是走苏花改，而且苏花改在通车以后，再碰到这一次的这么强大的一个大地震，苏花改所有的路段、隧道、桥梁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表达，不管是环岛高铁、环岛高速路网，以及国道6号的打通，这个都是让全国的人民能够安全的往返，让台湾能够成为一个共同的生活圈。一个国家不可能有2个国度，但是原有的这些旧路、山路，如果还要再走的话，真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很必要。现在全世界的科技都这样的发达，台湾不能再土法炼钢。好，那么除了很多的逻辑是只是要做跟不做，因为现在还不少人这个失联或是失踪，我们当然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的这个被救到包括一对新加坡的夫妇那另外呢，这个现在陆空都前进这个沙卡党那另外呢，这个还有6个人失踪有搜救队呢说离遗体只剩下300公尺，都寸步难行。我们看一下状况。怪手经过陡峭山壁，这一震动又有更多落石崩落。搜救队持续挺进灾区，仔细搜索每处岩石缝隙，开挖声响在山谷之间不断回荡。这里是花莲沙卡当步道，搜救队还要继续搜索，因为失联的一家5口，还有3名家庭成员，以及另外一对新加坡夫妻还没找到。我们先找到做标记，然后我们再尝试看，可以是用人力或者需要重力锯。那当然是需要人力的部分可以做救援的话，我们就是优先采取人力救援，因为沙卡当步道灾情严重，搜救队8号一早兵分2路持续救援。失联的一家5口，目前6名特搜人员在步道0.5公里处持续搜索剩下的家庭成员。澳籍新加坡夫妻则是在5间屋1.5公里处以7人3犬轻装搜寻。来台协助的土耳其无人机搜救队已经离开沙卡当步道，前往台八线拍摄3D 建模。失联的一家5口近日已经寻获爸爸及大女儿的遗体，还要等待进一步开挖救出。而怪手持续开辟道路前往灾区，已经过桥挺进300公尺。很深的水潭也都填土完成，失联家属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希望赶紧找到人，放下心中大石。好，那么花莲呢，因为现在人还在持续搜救当中所以到底怎么样那将来怎么样把这个花莲的道路恢复？然后呢，现在受伤到的时候就算了，他这个休养生息，再新辟新的道路吗？那将来怎么样的整个花莲再重建呢？如何重建呢？休息再回来。好，那么花莲是地震了，灾情非常严重那资深工程员说是100年从来没有见到的我当兵的时候第1年是在花莲在花莲当预官少尉所以对花莲很有感情常常讲好山好水台湾最后一片净土但是每次台风地震经常花莲都是受灾相当大的这个地区那因为地形很恶劣说呢，我们的无人机好像无用武之地，奇怪，我们不是一个无人机国家队吗？现在靠了土耳其的无人机然后呢，到了花莲前进指挥所呢，完成2次的3D 取像所以他们说这也凸显了台湾无人机国家队现有的困境而且我看这个土耳其无人机拿的无人机不是多伟大的无人机，就是简单的无人机就照相而已又不让你去攻击什么补给并没有那操作手法，那到底台湾的无人机到底现在情况到底如何那现在各国打仗呢？你看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无人机，乌克兰一个月打掉1万架无人机那我们到底怎样那因为有超过100国的政要慰问台湾蔡英文说这叫做善的循环那另外呢，赖清德、萧美琴都去了但是蔡英文都没去我们先看一下土耳其无人机的情况。抱着无人机转圈，土耳其搜救队在天祥段185K 至167K 处执行放飞前设定。深山中，土耳其无人机队投入救灾，要跟时间赛跑，帮忙协寻人失踪民众。
醒目的红色无人机在山区飞行，他们跟台湾搜救队也划分任务。这回土耳其特搜队带了3种无人机，还有另一款白色的是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7号台土无人机联合，一共进行3次任务飞行，成功完成2次取向任务。因为灾区恶劣地形，真的不容易。除了空拍量能，地面也出动3台大型机具，经由令乌溪抵达沙卡当步道口，沿途排除10块障碍，最重要是协助2名游幸罹难者脱困。就是以大机具开挖，先进行开挖，然后快接触大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是以小机具，甚至是用人力去挖掘，就是保存大体的完整。面临地震后的险峻环境，特搜队拼克服万难。好，那我们现在跟这个花莲前县长傅昆萁副总召在连线哈。那昆萁兄，请问哈，就是说整个花莲的这个修复带重建需要多少钱？那你们现在中央有答应给你们各种的资源吗？我先补充报告一下刚刚赵大哥所提到的问题，因为第一时间这个内政部就希望把无人机来放飞，因为毕竟困在山区里的民众在山崩塌的地方能不能看到有人烟生还的迹象？但是我们国内目前消防署、内政部能够有的无人机，大概只能飞大概一个短距离，没有办法到长距离。所以当时我跟林右昌部长在讨论这个事情，他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竟然一个国家竟然连一个基本上能搜救的无人机都没有？所以到最后是由土耳其的无人机来，是因为这个状况。当时就是因为崩塌的地方，人群非常多在里面，不晓得这个状况如何。包括新加坡的这2位游客，也是在沙卡当那里下的这个巴士，从那里下车，也包括尤家一家5口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急，因为当时落石不断这个特搜队实在是没有办法前进。那时候需要说由空中来指引，但是我们实在我们国内竟然我们的政府机构竟然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跟军方调，然后也没有，然后最后只有等国外的来救援，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救灾救难的能量真的应该好好来思考讨论一下。好，那现在目前为止花莲的灾情是跟921一样的同样的大地震，所以可以想见说，全国有18栋这个大楼需要来整建或重建，有17栋在花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这么多包括这个英雄馆天王星山海关莲花，还有这个统帅马可波罗华尔街大楼这个整这些大楼所有的动迁需要1471户，那我们也一再拜托内政部，是不是能够尽快，行政院是不是尽快能够让这些几千人能够来安置几千人能够来安置？到现在内政部行政院目前对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的回复，但是我们已经不断的表达这个需求，我们也拜访了慈济，希望慈济的慈善事业。这个机构能够来给我们这个组合屋能够来协助他们，因为毕竟这些无家可归的1400多户住在饭店里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家庭住在那里是没有办法的，短期可以住在那里，因为毕竟要重建要2年、2年半甚至3年，因为它都是大楼，它不是矮房子。都是大楼，甚至有16楼、15楼的大楼，这个重建都需要花时间，那如果说还住在饭店或民宿里面，很多人没有办法，那你要去移清的话，也不可能移清2年半，所以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像921大地震的那种组合屋能够让他们来居住。那花莲县政府徐正惠县长已经把该用的这些公有地都已经找到了，要安置灾民的这个公有地都已经找到了。但是现在如果说一直在等待我们组合屋什么时候能够来，这个真的是一定要让这些灾民无家可归的灾民
一定要让他们先能够安心，好，一定能够安心。好，我们重建的工作才能够来复原。了解。就是包括东华大学，包括花莲女中的楼也倒了，然后还有好多的桥梁，还有好多的道路、公共设施损毁。现在到目前为止，行政院拨了3亿给花莲县政府。那我们先不讨论说这个3亿够还是不够。那但是我们跟公共工程委员会已经开过第1次的会议，就目前第1期的灾损，现在整个需要全部的重建，光公共设施的部分就要几十亿哈。了解。那如果是民间的话，那个数字是远远超过3亿，当然不够，3亿怎么可能够？超过。我有同事的孩子在东华念书了，说现在很惨，连在东华很多校舍都倒了，是实验室都倒了，都要视讯了，现在没办法去实体去上课了，很惨哈。那蔡英文还没去了哈，照理讲，现在虽然赖清德、萧美琴去，但蔡英文还是现任总统嘛。总统府说，总统去会增加维安的负担，所以干脆不要去好了。当然，这每次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了啊。那总统该不该去？我们看一下。请总统献花。穿着防风夹克外套，总统蔡英文表情严肃，在行政院长陈建仁、监察院长陈菊陪同下出席民主前辈郑南榕殉道35周年追思纪念会。我们拥有的民主自由，并非屹立不摇。威权主义的扩张和假讯息的攻击是全球性的挑战，也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形成莫大的威胁。大谈言论自由和转型正义，不过0403花莲地震，准正副总统赖清德、萧美琴都在灾后2天内就到花莲关心救援进度。那蔡总统呢？蓝营立委质疑，眼看0403地震已经第5天了，看到赖清德、萧美琴，那他们在第一时间都有到花莲去赈灾。我想这也是因为他们520即将上任，但是呢，蔡英文他仍然是现任的总统，那么发生这么大的灾害，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去勘灾，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摊开过去大事件，2018年花莲强震，深夜震垮统帅大楼，蔡总统隔天早上7点就抵达花莲。2023年小犬台风，总统也在灾后2天临时新增行程，南下屏东勘灾。对此，总统府澄清，总统第一时间就到中央灾防应变中心指挥，为了让第一线救灾人员不因总统行程增加维安负担，总统将另择合适时间前往花莲处理灾后重建复原工作，强调执政团队分进合击，总统不是不去，只是时间未定。坤吉兄有传言说。大家捐给花莲县政府的捐款这个8亿元是用在，结果就给了食材业者跟观光业者纾困所以呢，网络上有一些批评，我想你也看到了那你说造口业会祸延子孙呢？另外呢，因为你搬家所以家里面都倒了，但是也有人说你很多礼盒，有些礼盒还是茅台酒等等你怎么看？就是说你这个对这2种这个网络上的传言，是不是请你利用这个机会说明一下？我想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向全国关心花莲赈灾的好朋友来表达感谢，对所有救灾的人员也再次表达你们的辛劳，这么多人不顾了自己的生命深入灾区去抢救这些受难者，我们再一次的表达致敬。那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我家就是灾区，而我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傅昆萁买的。在花莲是买不到茅台酒的，这个都是我每一趟出国的时候，在香港机场、在大陆机场去买的。那我家人到出国去买了一些，纪念品来，诚如这个网络上说是贵妇茶，结果大家 Google 一下就知道，那一袋700块台币到1000块台币。我想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在这么样一个大的灾难里面，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些受灾受难的人？台湾不是最善良、最美丽的就是人吗？我们在看到
因为日本的作家再三的表达，为什么他呼吁日本人要来救助花莲大地震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网军侧翼去把它洗版，说不能捐给花莲，也不能捐给红十字会，说因为这是蓝营在控制的。我想今天救灾还有分颜色吗？人命还有分颜色吗？我们的孩子都在这块土地上长大，还有分彼此你我吗？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自古以来啊，大灾大难当中啊，大家都是啊，要止雨啊，要祈福啊，才能消灾。要从灾难中得到任何利益啊，是殃及子孙的。好，我要再三表达，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傅昆萁30几岁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板，白手起家。我家不能有几万块的东西，我自己买的东西，这很奇怪。而且为什么这么没有同理心？我们再次的表达，0206的大地震，2018年，花莲县政府所有的善款支出，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清楚的报告。这里面善款委员会负责所有善款的支出，他的负责人叫做张善政先生，前行政院长，里面包括这个中国时报的社长，4位大律师，还有东华大学的校长，建筑工会的理事长，慈济医院的院长，台湾省土木技师工会的处长，所有灾民的代表都在这里。请问有哪一样支出不用经过这些人同意？而更荒唐的是，所有的灾难的支出，全部是由行政院全部按照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我们再强调一次，全部按照当时行政院，我们也一起到了行政院，由行政院当时的院长是赖清德先生，秘书长是陈美玲女士，他们主持的会议，告诉我们，所有受灾的人，包括食材业者，花莲受伤惨重，通通用善款来支应，还可以考虑到用台南维冠大楼倒塌，当时营业损失都可以用善款来补贴，全部是按照这个行政院的相关的规定来做的。再过来，这个是当时也是现在两次花莲的大地震，因为食材业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是花莲除了观光以外最大的产业。我们看一下，当时跟现在都是一样的，都是经济部宣布200亿贷款，200亿贷款，然后呢，补助1%的利息，1年就是2亿，花莲善款委员会就是补助1年2亿的利息，而且是以有没有申请到200亿为准，那个是暂时规划的。大家再看到这个全部，王美花说的在这里，这可以再放大一点，这个经济部拨20亿补贴业者，补贴20亿，20亿，所以地方善款当时他们是20亿，地方善款用4年
1年2亿，是匡列8亿这样来的，完全是对应行政院院会开会的会议决议，还有经济部对于产业重建以及纾困，所有的，再看到这一块，再看到这一块，这一块，再看到这一块，这自由时报登的，补贴20亿，10倍贷款到200亿，我要再一次跟全国国人来报告，我个人怎么样受到侮辱，只要人民能够得到灾民能够得到安置，我一概都忍耐，我个人荣辱不重要。2018年所有的灾后重建完全按照行政院的要求来办的，配合经济部来办的，但是他们的网军跟侧翼却是这样子的来糟蹋花莲。好，了解。所以我们真的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国家共同的人民吗？因为他们在网络上讲说钱都不要捐给花莲市政府，现在都直接捐给中央，不能捐给花莲啊。事实上，这点我是相信副前县长，如果他敢做这些事情，早就把他抓起来了。你知不知道当时还派了那个法务部的那个次长坐镇在花莲，就要去抓他的各种这个小辫子。我特别在跟大家报告，因为民进党把我押去劳改。用法务部进驻花莲县政府，都不用搜索，直接搬资料，跟廉政署、法务部、地检署、调查局、东基组5大单位联合调查，查我9年所有的事情，干干净净。傅昆萁30几岁就是企业家，没有在看这些了。好，了解。好，那么。也祝福花莲这个我再一次的希望救灾跟整件的工资能够顺利，拜托大家抢救花莲。OK， 谢谢，我们休息再回来。